下面我要讲的这个色彩理论呢，它只是属于能够帮你解决80%的问题一个色彩通性啊，它绝对不是一个天才的配色啊。如果你要画出一个天才的配色的话，你必须跳出待会我要讲的这些理论，去结合你的性格啊，结合你的认知啊，去画一些东西啊。但是通常工作来说，这80%的一个理论通性呢，它已经足够用了。其实大家都懂哈。就是画面要有主色调，对不对？哈，不能画1:10的理论哈，就是要有一个色彩它能够占到画面中的80到90以上的这样一个层面啊。比如这幅画可能主色调是黄色暖色哈，然后剩下的10%放什么呢？放它的对比色哈，放它的就是跟它对立的颜色。我们看一下色环。啊，比如这个色环哈，假设我们选取比如说黄色为主色调，那么它对的颜色是什么？对，就是色环对面的颜色就是冷色、蓝色这种颜色10%跟它对比的颜色。其实对比色也叫互补色哈，为什么叫互补呢？就是说画面中当你很多的这种暖色的时候，你加一点点这种它的对比色或它的互补色的话，画面会显得好看，会显得舒服啊。但是问题在于它一定不能喧宾夺主，一定不能画面中就是一个暖色区域的颜色跟冷色区域的颜色占的面积不是，因为就占的比重啊，占的视觉比重是相同的，这就会产生一个不舒服的感觉啊。这个视觉比重是什么呢？就是说饱和度越高的视觉比重越高啊，面积越大也会造成视觉比重越高。假设你画一幅画，你定暖色为主色调，那么冷色在里面的面积要小，而且饱和度要低。就说一个颜色它吸引眼球靠它的色彩饱和度、它的鲜艳程度和它的面积来达到。一幅画里面一定要定一个主体，这个主色调是最吸引眼球的，其他的颜色呢都是给它的陪衬，其他颜色来降低自己的这种对于视觉的吸引力，它的方法是减少面积或者是降低饱和度，或者是两者皆有哈。但是你说画面中只有一个黄色会不会太单调呢？哈，其实我们的主色调并不是指只有一个颜色，而是指一个附近区域。比如说你定一个黄色哈，中间是黄色，往左边是黄绿，往右边是偏橙色。一般我们可以把主色调定到60度的区域之内都可以哈，或者往左边偏3格，往右边偏3格。这60度之内的一个区域哈，它都是符合我们的主色调范围的，你可以在这个区域里边选择各种的颜色去变化。其实你看，比如说我们从左边这条线，其实不到，这应该是偏3格的话，应该是90度了哈。其实都还是看起来还可以哈。那就我们定90度吧，要不然60度会保险一些，90度会稍微就是夸张一点点，但是其实都还好，在90度范围内哈，色环里面90度范围内，比如说左边这条线跟右边这条线90度范围内，从黄绿到橙色，它这个都是在黄色附近的颜色，它都可以作为主色调。就是说，比如说我选一个黄色为主色调，我画面中可以这个人穿了一件黄色的上衣，穿了一个黄绿色的裤子，穿了一个橙色的手套，配在一起都是好看的，都是属于主色调范围内的波动这个波动呢还可以在明度和饱和度的波动，比如说有些更饱和一些，有些更深一些，有些颜色更浅一些可以在这里面波动。所以在这个区域里面在这个披萨饼的这个块状里面都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来配合作为画面的主体颜色。那剩下的颜色呢？剩下的这些就是我们说10%或者20%那些辅助的颜色，它们也是可以在它的就是一个范围内进行波动的。比如说我们选择，比如黄色它对比色是紫色，那紫色附近的60度或者90度范围内，它的这个颜色是不是可以是蓝紫色，也可以是紫红色？对啊。那比如说这个人，我就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他穿了一身黄色的上衣黄绿色的裤子，橙色的手套，然后还有10%的位置是做一个点缀，他可能戴了一个紫色的蝴蝶结10%紫色蝴蝶结，这个紫色蝴蝶结可能只占了5%，它还剩了5%的部分可以放什么呢？可以他头上再戴一个什么呢？戴一个紫红色的帽子吧这可能面积稍微大一点点了紫红色的帽子，但是可能低饱和度一点也可以吧所以说你的配合的颜色可以在紫色的附近比如说蓝紫色、紫红色紫色这附近都可以作为你的它的对比色这样去使用，一定要注意它的范围要小。如果说比如说刚才我想戴一个小蝴蝶结，可能是很高饱和度的紫色蝴蝶结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戴一顶帽子的话，面积比较大，那么所以说要降低什么呢？降低它的饱和度可能戴一个低饱和度的玫瑰红的那个比如这种灰一点的低饱和的玫瑰红的帽子应该还是可以配的就是它可以在这个范围内进行一个波动的配合。基本上就这样，很简单一个理论就这样。